各位，4月12日，美国海关突然宣布豁免智能手机和电脑等电子类产品的关税。考虑到中国是向美国出口这类产品的超级大户，这意味着来自中国的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等高科技产品也被豁免了高额关税。特朗普政府的做法被许多德国媒体解读为退绝，至少是开始软化其对华贸易战立场。出于颜面需要，特朗普自己没有宣布这一政策改变，而是由美国海关来公布。估计是因为有人已经告诉他利害关系，比如某美国高科技公司有影响力的人向特朗普传话，甚至马斯克亲自给他解释都有可能。或许他屡屡等不来习近平的电话后，以及看着股市喋喋不休，有点慌了神，于是不得不前门加税，后门豁免。反正习近平借官媒发声了，中国不畏惧任何无理打压，对峙到如此程度。Yeah, and China will lose the US market, which, as I've said, is 15%. We don't care. We don't care. China has been here for 5,000 years. Most of the time, there was no United States, and we survived. And if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bully China, we will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without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expect to survive for another 5,000 years. 特朗普周五称，他对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感到乐观，不知道他乐观的理由是什么。中国的语调听起来完全不同呀。中国方面称，特朗普的关税已沦为数字游戏，如果美方继续关税数字游戏，中方将不予理会。好的，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一台关于美国偷豁免电子产品关税的报道。美国对智能手机和电脑给予关税豁免。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在关税政策上再次出现倒退。现在某些电子产品，例如智能手机和电脑，可以享受豁免，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产品。美国将智能手机和电脑等某些电子设备排除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关税征收范围之外。海关的文件列出了大约20种产品，包括硬盘、半导体和平板显示器。因此，这些商品可免于特朗普对大多数国家征收的 10% 的全球关税。这一例外也适用于征收高得多关税的中国产品。有关部门引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周五发布的一份备忘录，不过白宫自己并未发布这份备忘录。美中之间的关税争端，搞关税豁免，特朗普政府似乎正在回应人们对于新关税可能使美国消费者的智能手机、电脑和其他电子设备价格大幅上涨的担忧。其中许多产品都是中国生产的。周三，特朗普暂时终止了大部分已宣布的关税，并宣布暂缓90天。然而，他并没有撤销对中国的关税，针对中国的特别关税税率为 145%。作为回应，中国对美国商品征收 125% 的关税。美国企业松了一口气，苹果公司尤其受益于这一豁免。尽管近年来苹果公司扩大了在越南和印度的生产，但该集团绝大多数苹果手机和其他设备都是在中国制造的。对于扩大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美国公司来说，这项关税豁免也是一个好消息。这些设备主要由戴尔等美国公司在美国境外生产，使用在台湾生产的加州英伟达公司芯片。由于许多服务器是在墨西哥组装的，并且根据贸易协定而得到了豁免，因此许多技术受到的影响较小，只是一个宽限期。同样重要的是，芯片生产机器的获得关税豁免。这些机器主要由荷兰的阿斯麦公司和日本的东京电子公司进口到美国，专门从事此项业务的供应商屈指可数。机器占据了整个工厂大厅，价格高达数亿美元。英特尔和台积电等芯片公司目前正在美国建立新工厂，扩大产能。不过，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可能只是一个宽限期，因为特朗普已宣布将对某些行业加征额外关税。我们来看看德国《时代报》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中国应该像那个世界上最大的交易家一样，对这些产品征收 145% 的出口关税。继续往下，
在宣布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时，任何智商达到2位数的人都知道，这对美国来说会非常昂贵，因为很多电子产品都来自中国。但是白宫里的那个精神单细胞生物却不得不被他的走狗说服了3天，让他们相信他在胡说八道，这绝对是疯了。白宫里掌权的是个疯子。再往下，先被普京羞辱，现在又被习近平教训，以站稳脚跟的独裁者们让这位尚在考察期的79岁候补独裁者认清了自己的局限。下一则，为什么他今天已经认识到，如果他维持关税不变，美国的电脑和智能手机就会短缺？我预计他会在3周后注意到这一点。为何一个民主制度能制定这样的规则，让这样一个盲目的懦夫独自获得如此多的责任和权利呢？继续往下，特朗普和福克斯新闻会知道如何将这一转折解释为美国的伟大胜利。再往下，这位网友的评论是针对报道中的这句话：美国政府显然已决定免除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其他电子产品的关税，主要受影响的是来自中国的产品。于是他不讽刺地说道：这位美国交易大师取得了何等辉煌的胜利啊！精彩绝伦，不堪称划时代。该怎么说呢？史上最强大交易艺术家，仅凭赤手空拳就让中国俯首称臣。下一则，美国已经成为香蕉共和国，这个国家正在以一种完全盲目、毫无意义的方式被摧毁。继续往下，如果中国有足够的胆量，最好是钢铁般的胆量，就应该对出口美国的电子产品征收关税。既然说到这了，欧盟也应该对出口美国的阿斯麦光刻机征收关税。这样一来，那位红发先生在他的4维棋局里就被僵死了，他这辈子再也不敢提关税这个词了。再往下，整个事情让美国非常尴尬，2个月内就成了笑话。下一则，无论是消费品还是国债，中国都牢牢掌控着美国。继续往下，我很好奇，中国这会儿是否会对出口到美国的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征收出口关税？下一则，我认为特朗普现在正试图通过豁免逐步解除制裁来挽回面子。全球经济和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赖关系的现实正在打特朗普的脸，最终只剩下对中国筷子征收145%的关税。由于特朗普无法承认错误，他将把它宣传为世纪交易，因为筷子将在美国生产。接着我们来看看法兰克福日报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这也许只是一个奇怪的细节，但它确实记录了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美国正在失去它的软实力、榜样作用和文化领导力，它不再是世界公众关注的焦点，而且正在大量失去公众的兴趣。相反，大家开始对所有其他国家感兴趣，并观看他们的电影。美国正在被夷为平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而且这进程已经不可逆转。让美国再次伟大，哈哈！再往下，事故穿梭者带来的辉煌孤立，美国人还从未如此迅速的自我祛魅。继续往下，是的，经过150多年的帝国主义统治，面具终于落下了。再往下，对于中国来说，这已经不再重要了。104%、125%、145%、360%都没有关系，外贸交易不再起作用。看来中国已经无奈地接受了这一点，并以某种方式应对。过去，美国产品很少到达中国终端消费者手中，现在几乎完全到达不了中国终端消费者手中了。但相反，在美国，几周后这种情况就会变得非常明显。下一则，
尤其是中国生产的苹果手机，这对美国人来说会很有趣。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电视、音响等等，对美国人来说会很昂贵。下一则，为何是欧盟特使前往华盛顿？为什么不反过来做呢？我们看下面跟贴。原因之一是美国总统访问其他国家时需要采取巨大的安保措施，对于欧盟笑话人物来说，乘坐私人飞机飞往美国更便宜。下一则，为什么偏偏是电子产品被排除在美国关税之外？这完全没有道理啊！继续往下。当然，因为美国科技公司生产电子产品时，需要这些来自中国的电阻、电容、电感、半导体等电子元件，没有这些中国供应链的支持，美国人根本造不出能正常运作的东西。特朗普要是对这些关键零部件加征关税，简直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到时候，美国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工人们全得失业，所以必须豁免。中国人手里攥着供应链的命脉，美国这些关税把戏简直荒唐透顶。下一则，为什么台湾下跪了呢？他们可是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呀。好，朋友们，最后呢，我们来看看慕尼黑信使报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最迟3到4周后，美国库存将会空空如也，许多商品，包括纺织品和电子产品，将因高昂的关税而价格大幅上涨。到那时，即使是最后一个乡巴佬也会明白，为特朗普的关税买单的是他，而不是中国人。或者美国总统可能会想出一个童话般的解释，为什么这对美国社会有利。下一则，复活节过后，关税将达到345%，所有集装箱船将掉头或将集装箱沉入海中，而不是停靠在美国。2个月后，美国市场因货架空空如也而关闭。继续往下，特朗普在恳求达成协议，他正深深地跪舔习近平。特朗普这个失败者，现在他在中国面前彻底丢脸了。这是跟贴，哈哈，那张老脸嘛，丢不到哪儿去。下一则，美国将遭受极其严重的打击，中国这个敌人将奋战到底。我们正在经历伟大的历史，但这是特朗普唯一正确的事情。这一切将会如何结束？我可以想象，由于这些糟糕的经济发展，中国很快就会感受到来自美国的极大威胁。中国可能会认为美国想要在经济上摧毁中国，因此，如果中国很快在亚洲进步展示其军事实力，也就不足为奇了。或许中国在这种威胁下，为了平衡和展示实力，可能会占领更多的领土，而不仅仅是像以前一样占领无人居住的岛屿，而且会有更多机会在亚洲对美国采取行动。特朗普和他的军队很快就要被废除了，但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看起来他们正在毁灭世界。我们看下一条跟贴，我也这么认为，特朗普正在毫无道理地引发一场危险的雪崩。拜登刚刚费尽心思修复了与中国的关系。继续往下，策略很明确，暂时安抚其他国家，而中国则会成为一个例子，然后轮到其他国家。现在是欧盟在此问题上声援中国的好机会，也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加入进来。个别的行动无助于对抗特朗普这种暴政。我们看跟贴，我也这么认为。现在终于到了代表欧洲利益并迅速加强全球贸易伙伴关系或寻找新伙伴关系的时候了。下一则，声援中国，尽管有那样的政权。继续往下，我认为现在没有必要靠近中国政权，还有世贸组织呢，它必须得到加强。更重要的是，欧盟必须得到加强。最后明确一点，德国选择党希望摧毁欧盟，
这对德国来说将是灾难性的。下一则，特朗普在全世界面前让美国出丑，现在他正在向中国祈求达成协议，并向习近平献媚，多么惨痛的失败呀！幸好德国选择党从来没有在我们国家执政，否则他们就会让我们看起来很可笑。继续往下，可以肯定的是，克拉斯诺夫特工能够确信中国人是更出色的战略家，他们能够全方位制定计划，并做出相应反应。最糟糕的情况下，价值76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将被抛售，届时美国将面临破产。欧盟也持有数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闲置未用，美国始终在靠他国供养，而不是相反。再往下，我想知道为什么中国人不把美元还给美国？美国很快就会完蛋。我们看跟帖，也是最后一条评论。他们在做，只是做法不同。有关中国大量抛售美国国债的谣言已经引起骚乱。周一，零对冲基金报道称，中国又出售500亿美元美国国债，据称是为了回应特朗普威胁加征50%的关税。好，朋友们，咱们刚才看了德国国界电视1台的报道，以及其他几家德国媒体的网友评论，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看法，请在下面留言。好的，我们下期见。